米兰一直以来是时尚和设计的重镇，但当地的美食文化同样不容小觑。今天我们将探访米兰的文化遗产，包括米兰大教堂和艾曼纽二世拱廊，以及被 Prada 收购的咖啡厅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将品尝米兰3大传统料理，这些美食代表了米兰丰富的历史和文化。让我们一起探索米兰的美食和文化之美吧。Is this the hot water? Yeah. wow. OK。对意大利人来说，美式就是它的 espresso， 然后你自己加热水吧。对，它不会帮你加，还蛮特别的。我们现在呢，就位在了被 Prada 收购的200年老字号咖啡厅。那这间咖啡厅呢，它就是位在米兰大教堂旁边的艾曼纽二世精品拱廊内。那蛮推荐，就是如果你逛完米兰大教堂的朋友，你可以直接来这个拱廊里面的咖啡厅来喝杯咖啡，来享受一下这个奢侈 Prada 的氛围。那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，如果要来这个咖啡店的朋友们啊，这个咖啡厅它其实是在2楼。我刚刚其实 Google Map 找了一下，我绕不到。门口有提供菜单，还蛮不错的，很贴心。那人就在超奢华的购物街艾曼纽购物大道。哇，晕了没？好晕哦，好晕哦！那它就是位在这个拱廊的正中心。那它其实总共有3个面向，所以有3条精品购物街可以让你逛。这边真的是有够金碧辉煌，太漂亮了。那这个拱廊基本上它已经有了100年的历史，它是以这个艾曼纽二世意大利的国王命名的一个拱廊。那里面就是充斥很多的高档的餐厅、咖啡厅，各式各样的精品名店。你认识的精品店全部都会出现在这。我没有认识太多精品店，但是我的词汇里面有的都在我面前出现。我也没有认识。除了在这里购买可退税的精品外，也别忘了抬头欣赏拱廊顶端的拼贴壁饰，这4幅代表着地球的4大洲，也强调了米兰的国际地位。在购物中心的每个角落，甚至在地板上，也都有美丽的细节和装饰。接下来，我们准备前往米兰第1地标——米兰大教堂。要走过来这个雕像的时候啊，然后我发现就是有人拿那个鸽子饲料给我。你一拿他鸽子饲料的话，他就跟你要钱。不要跟别人拿鸽子饲料，然后不要跟别人交谈，因为这边很多那种扒手啊，然后骗你的钱之类的，自己小心一点啊。对，没有错。只要有人要来跟你打招呼，或是跟你讲话，你都不要理他。你就是一张臭脸，来米兰就是臭脸就对了。如果你现在这边的话，你可以透过这个购票机来买票。那这个购票机买票就是你那边刷卡。Full price。OK， 好。哇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进来就是可能有被他震撼到，我全身起鸡皮疙瘩。哦。米兰大教堂内的彩绘玻璃其实是圣经的故事，原因为500多年前，在印刷术发明前，识字是贵族的权利，所以圣经的故事大多是靠雕刻或是口耳相传。在这教堂内的彩绘玻璃，就是记载着圣经的故事，以及传递基督教的信仰给当时不识字的普罗老百姓看的。我们现在要来去点这个祈福蜡烛了，就投进去。那我们买2个。在进入教堂前会先安检。那现在我们准备要来登顶喽。我不知道爬多久，我现在很像那种101在登阶的感觉。爬101啊！我天啊！这个超累的有氧啊！到屋顶喽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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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教堂共有135座的尖塔。而大部分民众登顶后会先坐在这拍照或者欣赏风景。在传统的欧洲城市，周遭的建筑物都不会超过教堂的高度，因为人们相信教堂盖越高可以越接近上帝，所以城市内的最高点基本上都会让给教堂。那登顶有搭电梯跟爬楼梯2个选项，但下去只能走楼梯，所以下楼排队人潮就相当多啦。
今天我们来到了非常传统的意式餐厅，那这个意式餐厅据说是当地人击退的一家餐厅。大概简介一下，我们现在在米兰，那米兰是意大利偏北的一个城市。那据说北部的意大利的料理跟南部意大利的料理又有所不同。北部呢是偏临近法国，所以这边的菜是有融合了意大利风味跟法国菜。据说米兰3大料理，其中的炖牛膝、跟炖饭还有炸牛排，这3个是必吃。如果你来米兰的话，那今天我们就要来开箱这3个料理给大家看啦。我们的这个米兰炖饭来喽！那这次我点的是米兰融合牛膝的一个炖饭。其实蛮好玩的是，炖饭它有一个由来，据说是在15世纪的时候，在米兰大教堂里面工作的一位年轻的仆人。那当时因为他跟他的主人吵架，所以他就偷偷的把番红花加在他主人的饭里面，让白饭变成黄色的，然后就是想说要来破坏他主人的婚礼，结果没有想到竟然意外的好吃。所以来到米兰啊，你点这个米兰的炖饭，他们一定都会有加番红花，就是正统米兰的炖饭。看到我的炖饭是黄色的，我以为番红花是红的，原来是黄的。我也以为，因为我们很少接触到番红花这个东西。那我先来吃吃看。很香我有闻到那个 cheese 的香气。它的米饭是属于有米心的一点咬劲的，不是那种台湾吃的很软的那种米饭。好好吃，好好吃，好好吃，好好吃哦！接下来要吃第2道炖牛膝啦。那据说这个炖牛膝的由来是在18世纪的时候，这个米兰大公国的这个统治者，那时候他必须要举办一些宴会来宴请那时候的外宾跟贵宾。牛膝是当时的非常昂贵的食材，所以炖牛膝在那时候就非常的热门。那经过时间的推化与演进，这个牛膝的这道料理在米兰也变成一个当地的传统的料理啦。那我们来吃吃看吧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好软烂哦。对啊，我刀子真的都是轻轻推一下，感觉很不得了。它很软烂，舌头真的是轻轻压一下它就烂掉了。然后它味道其实香料加蛮重的，它有点像很重的咖喱味的咖喱酱。哦，它这个闻得出来是肉酱的一个香味。感觉充满胶质很黏口的那种胶质。牛膝的肉炖的非常好吃，我觉得是软烂适中，也不会说烂到让你觉得没有嚼劲。老实说，我觉得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好吃。大家来开箱第3道炸牛排啦。那据说炸牛排呢，它的历史是在追溯到以前18世纪的时候，当时呢，这个意大利的军人他们必须要快速的补充能量，于是他们就是把牛排切薄片，然后下去油炸，然后会搭配一些像柠檬汁啊以及腌制蔬菜一起来食用。那我现在就来挤一下柠檬。哟，它柠檬敷得很大块，来试试看。它的炸衣超薄，觉得吃起来不像牛排我觉得吃起来比较像是鸡排。来搭一口红酒。我刚刚吃完这个意式餐厅的午餐，应该是说正统米兰料理。你还记得刚刚我们花了多少钱吗？79欧嘛。吃一顿饭花了快台币2500、2600。那是因为我们吃的蛮多的，真的吃蛮饱。我们2个人吃的量比较多啦，所以花了有点多钱。那它的餐厅它就是位在 Navigli 这个热闹运河这边，所以吃饱饭后你就可以走到我们身后的这个 Navigli 运河，然后可以去散散步走走。那这一区基本上就是米兰当地年轻人的夜生活的一个地方，越夜越美丽。对，不过白天也是，我觉得也蛮不错的，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人会来这边就是躺着晒太阳啊。对，那这影片到这边吗？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再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喽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影片见了，拜拜。拜。You know,